茶花在北方养不活，我必须不能让这种情况存在。咱们接着霍霍花，必须给你教会，让你把茶花北方养活它。我既然给你讲啊，咱们就大刀阔斧的、动真格的去讲，是吧？咱们给这花给它解剖了，让你知道这个花的本质在哪儿，为什么这么养。你这样了解本质以后，你才能养活。咱们先看一眼茶花这个根儿啊，茶花这个根儿我是冲洗了一半。冲洗一半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什么问题啊？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茶花里边的根系非常非常猛，根系猛，什么土少啊？土少，看见了吗？能不能看清啊？还行啊。土少意味着什么？土少意味着这个土球怎么样？不保水。那么这棵茶花叶片这么多，叶片的增生量比较大，花苞这么多，茶花的需水量是很强大的，叶片的需水量很强大，它这个根系也很饱满。啊，根系都好根，小白根都好根。那么土壤不保水啊，再加上你室内的空气湿度比较低，那么叶片的增生量比较大啊，土壤不保水，你浇水频率不够，茶花它就会舍掉底部的叶片啊，它减少叶片的增程，减少叶片的消耗，它就会掉底部的叶片，啪啪的一顿掉啊。水分不足的时候，花苞发干掉落，这个是什么？植物的自我调节，它求生存，它要想活着。它根系，它土壤当中吸收不来那么多水分啊，那么它只能掉叶掉花苞，舍弃一部分保证它的生命，是吧？它一掉，你一慌，你就容易干什么？哎，茶视频硒酸植物，哎，茶视频掉花苞缺肥，补这个磷肥。你补肥补多了以后啊，咱们讲栀子花的时候说过，植物根系的什么细胞自闭分离啊，反倒不吸水。越不吸水越掉叶，哎，越掉叶你越浇肥，越不敢浇水，越不敢浇水你越掉叶。正因为我能了解到这个本质，你不了解，所以说你在北方养茶花这个盆儿，你就不要去动它，1到2天浇回水，这样就打破你固有的一个思维啊。你固有思维是土干了，土面干了，或者卖茶花的告诉你土面干了咱们就浇水，你固有思维就是怕它闷根，怕它烂根，你不敢浇水。啊，我没告诉你说这个茶花缺水了，你总跟我说，哎呀，这个茶花土还湿着呢。你自己看一看，瞧一瞧，来，它这里边多少土，多少根，这么多根土压根一点它都不保水了，一点都保不住水了，消耗太大，叶片消耗太大了。正经跟你说，就是茶花到家你养护，这个土球不动啊，你1到2天给它浇回水，阴天呐、下雨呀，你可以适当的延长那么1天左右。啊，主要观察底部的叶片掉不掉啊，底部叶片不掉，不持续的掉，它就没事儿啊。茶花叶片掉光杆了，那么这棵茶花也就基本上over了。那有人又问了，这个茶花要不要疏垒呀？不用疏垒啊，你水给足了，你配合咱们咔咔长根的这个微生物有机肥，是吧？让植物快速的发根，根发出来多了啊，那么这个花蕾都能保住。基本上都能开，它可能从11月份陆陆续续的开到你家过年的时候，它还在开花啊。开完花以后，咱们再去换盆。那什么时候需要给它进行一个疏垒啊？这棵茶花你动根了啊，你剪根了，你洗根了，或者说你换盆了，是吧？你动根以后，那么它的适应能力比较慢啊。那么这时候你要把花蕾给它摘掉一部分啊，你这像这半开的它基本打不开啊，所有先掉花苞的都是大花苞先掉啊，干掉几个，只要是动根，茶花动根了以后给它干掉。另外你不要跟我学啊，你不要去给它洗根啊，成活率非常低，你就按照我教你的茶花1到2天浇次水，咔咔长根的微生物你给它盖上，然后阳光可以给啊，你家温度比较高，地热比较好，给上午光啊。你家温度比较低，20度、15度、20度左右，给全天光啊。你超过22度，就是上午的一点光照就够了。水根足，这几颗结花苞的，几颗小的，这是我去年养的一些茶花。茶花只有根系啊，茶花只有根系在你家长出来以后，那么它能够接收土壤的干湿循环。换句话说就是什么？你养护半年了，茶花根长出来了啊，你稍微干点浇水。那么这个茶花就没有问题了，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什么？它这个新根长到新土里了，看见了吗？这就是咱们中华大火土啊，新根长到新土里了，那么可以适当的延长浇水周期啊。原理是什么？原理就是说，原土球土壤保水性不行啊，新土球的保水性非常好，新根长到新土里，是吧？土壤能存住水，供它吸收。那么可以进行一个干湿循环，先解决茶花的光照问题，又教你了茶花解决一个浇水问题，是吧？施肥问题就是前期微生物有机肥，
你养护1个月以后，你怕它养分不足了啊，你通用加官花的咱们这个营养液啊，你交替去用，10天左右给它一回啊。另外还有一个说就是，哎呀，茶花特别喜酸呐，我要不要给它土壤调酸呐？我倒点醋啊，倒点开水呀，倒点酒精啊。你用微生物有机肥以后，它就调酸，长根调酸治板结，它都管啊，放心去用啊，撒在盆面，不行你就多撒点。它也不烧苗，花瓣了以后到春天，你愿意换盆再就换盆啊。来年的7月份、8月份又开始结花苞，是吧？茶花就这么去养啊，难度直接降低90%。别忘了点赞关注啊！